双手合拢，静气凝神，瞬间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此招名为波动拳，正是街头霸王里面的经典招式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多想学会这招，从此仗剑走天涯。如今现实版的街头霸王震撼来袭，爱穿白色衣服的龙天生冷静，爱穿红色衣服的肯脾气火爆。两人自幼跟随师傅钢拳进行着艰苦的训练，经过多年的学习，二人终于能感受到体内气的流动。于是师傅答应他们进行更高阶段的修炼。师傅先带两人祭拜了师公，然后说明天开始正式学习波动拳。很无聊的肯在道场里闲逛，这时发现了一个门上封着木条的房间，好奇心驱使着肯将木条破坏，进入房间。在房间的一角发现了师傅年轻时的相片，还在地板的夹缝里藏着一本杀意波动拳的秘籍。这时龙也来到房间，肯将秘籍藏了起来。转天只见师傅扎稳马步，双手合于腰间，这时神秘的蓝色力量凝聚在双手，然后向前猛地推出。面前的木桩瞬间飞灰烟灭，这威力让在场的龙和肯激动无比。师傅说这波动拳看着简单，但初学者学起来却难上加难。师傅让他们试一试，天赋异禀的龙很快就凝聚出蓝色能量。师傅见后，为他更仔细地演示动作要领，如何能更好地聚集能量。龙跟着师傅的动作，终于找到了一点技巧，但浮躁的肯却始终没有头绪。这时他偷偷地拿出秘籍，按照秘籍上说的摆好姿势开始运气。没想到不一会儿，虚无的能量开始一点点地聚了起来。最后居然成功的凝聚出了杀意波动能量。与此同时，屋里的师傅马上感应到了这股带有杀意的能量，他急忙叫来了肯，质问他从哪学到的这种聚集能量的方法。肯不敢隐瞒，把秘籍交了出来，并交代秘籍是从道场里那间被封的房间发现。没成想，师傅很严厉的警告他，这是一种危险的禁术，虽然能让修炼者轻易凝聚出能量，但却是带有杀意危险的能量，而且十分不稳定，会让修炼者走向黑暗。随后师傅陷入了回忆，早在30年前，年轻的钢拳还是一名学徒，他的师弟好鬼正是因为偷学此书，被上代掌门轰铁发现后勃然大怒，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师门。多年后，好鬼终于练成了杀意波动，也因此丧失神智，从而铸成大错。深知此书的危害，钢拳就销毁了这本不祥的秘籍。本以为再无隐患，钢拳就教导徒弟二人继续学习正确的波动拳。他命令两人互相切磋，肯用力凝聚出的能量很快就消散，而肯的能量可以维持得更久，这让肯很不服气。第二次尝试后，竟能蓄出完整的能量，可惜只能打出去数米远。龙第二次也尝试成功了，可他害怕误伤肯，最终没有打出去。深夜失眠的龙来到树林，再次蓄力波动拳，想测试一下威力，结果还是误伤了来找他的肯。他急忙背着肯回来，幸亏师傅及时出手，这才救回了肯。隔天师傅继续传授他们波动拳的奥理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受到身后一股强大的杀气慢慢接近，钢拳顿感不妙，他赶忙借口支开徒弟们，然后在道场里等待敌人的到来。而此人正是钢拳当年的师弟好鬼。时隔多年，好鬼再次重返道场，不仅是因为无敌太过寂寞，他还要挑战师兄钢拳夺取掌门之位。可钢拳念及同门之情，当场拒绝了挑战。可偏在此时，龙和肯赶了回来，好鬼以他二人的命作为要挟，无奈钢拳只能应战，但是决斗的时间和地点要由他来决定。达到目的后，好鬼这才满意的离开。钢拳当然不愿意与他继续争斗，于是马上带着2个徒弟离开了，去了新的地方隐居。这天，龙和肯决定比试一下修炼成果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肯一个高抬腿将龙击晕，可正当肯累得跪在地上休息时，没想到龙又站了起来。这时的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黑暗力量侵蚀，只见龙开始用双手聚集杀意波动，肯以为他还要战，于是也不管不顾地迎了上去。龙正要推出杀意波动拳的一刹那，肯近身一记带着火焰版的升龙拳将龙击飞。还好师傅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二人。过了不久，在师傅的帮助下，龙才恢复了平静。然而好鬼觉察到了龙身体发出的黑暗能量，渐渐逼近。钢拳赶走了徒弟，决定一人独自面对好鬼。就在当天在门外等待时，好鬼已经不知不觉出现在钢拳身后。曾经的同门师兄此时此刻要一决雌雄，二人开始摆好姿势，大战一触即发。